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兩個最讓人心軟軟的角色，魏若來和陳碩的共通與不同。說到王一博塑造的角色裡最能激發觀眾媽粉心態的，非《追風者》裡的魏若來和《熱烈》裡的陳碩莫屬。魏若來在七寶街的弄堂裡醒來，匆忙套上扣錯的棉襖，腳趾頭從破洞襪子裡露出來，卻還要小心翼翼躲着周姨刷牙洗臉，這副狼狽又真實的模樣，讓多少觀眾瞬間心軟。而陳碩呢？他在廣告牌後面偷偷練舞，磨破的鞋底見證着每一個動作的重複，明明家境貧寒卻從不抱怨，只會在深夜獨自對着鏡子一遍遍尋找節奏，那股子純粹勁兒同樣讓人心疼的不行。這兩個角色最打動人的地方，就是他們都出身底層，卻都保持着純良和勤奮的本性。魏若來從七寶街走出來的那刻起，身上就帶着未經打磨的毛邊感，縮着脖子穿行在霓虹燈下，眼神裡滿是局促和疏離。央行面試時無意識地捏皺衣角，把緊張和不想認輸的情緒揉進每一個細節裡。陳碩則是另一種人生底色，父親病逝後家中欠下巨債，他和母親經營餐館艱難度日，卻從沒有被生活壓垮，反而把對街舞的熱愛當成唯一的出路。他們都是那種明明自己過得很難，卻還要對世界溫柔以待的人。但仔細端詳，魏若來和陳碩的性格底色其實大相徑庭。魏若來身上有一種奇特的又慫又勇，她怕很多事情，怕說錯話，怕做錯事，怕好不容易夠到的機會從指縫間溜走。看人的時候，目光總是先落在對方衣領，再慢慢往上挪，像在試探一道門檻。被師傅訓斥時，他站着，手貼褲縫，不辯解也不抬頭，後頸彎出一個隱忍的弧度。可就是這個看似慫得不行的人，在兄長遇害那場戲裡，硬是壓着情緒把悲傷吞回喉嚨裡，不敢放聲大哭，只能讓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肩膀聳動卻不敢出聲。那種隱忍的破碎感讓觀眾也跟着窒息。他會在央行投票大會上慷慨激昂的演講，會用原聲台詞喊出中國有句俗話，乘長風破萬里浪，那份堅定和勇氣又讓人看到了他骨子裡的勇。陳碩就完全不一樣了，他從來不會慫，他只會乖乖的、默默的、拼盡全力的去追夢。在熱烈裡，他面對質疑時沒有辯解，面對被舞團放棄的打擊時也只是默默承受，然後繼續練舞。他的眼神裡沒有魏若來那種算計和試探，只有純粹的、不沾任何雜質的渴望。哪怕生活給了他那麼多重擊，他身上始終帶着一種鄰家大男孩的溫和與堅韌，讓人看着就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。他不是不苦，而是選擇把苦咽下去，只把甜留給舞蹈和夢想。這種性格差異，在各自的至高光時刻表現得尤為明顯。魏若來在審訊室面對嚴刑拷打時，展現出的是一種極致的生理反應及表演，被鞭打時脖子青筋暴起，被煙頭燙到後本能的抽搐，電擊時全身肌肉痙攣，腳跟離的，喉嚨裡發出渾濁的嘶吼。他演的不是痛苦這個抽象概念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酷刑面前最真實的生理反應。這種表演讓人看到他體面外表下那身硬骨頭，那份寧願自己扛着也不出賣任何人的倔強。而陳碩的高光時刻，是他終於站上舞台的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一個在生活泥潭裡掙扎的普通人，而是一個用舞蹈燃盡所有委屈和熱愛的舞者。他的身體不再受任何束縛，
每一個動作都在訴說他的堅持和熱愛。那一刻，他不是在表演，而是在燃燒。這兩個角色還有一個讓人不得不服的地方，就是演員在塑造他們時徹底拋棄了演的痕跡。魏若來身上那種又慫又勇的感覺，不是靠台詞喊出來的，而是靠王一博用極其克制的微表情和身體語言一點點堆砌出來的。他演魏若來怕的時候，不是演害怕本身，而是演一個人在權力面前本能的卑微和退縮。他演魏若來勇的時候，也不是演熱血沸騰，而是演一個底層青年在一次次被摧毀後，從骨頭裡長出來的堅定。陳碩身上的純粹更不是裝出來的，而是王一博徹底收掉自己作為偶像的氣場，完全把自己變成那個不會耍心機、只知道努力的大男孩。這種不像演的表演，讓觀眾真的相信這兩個角色曾經存在過。說到底，魏若來和陳碩讓觀眾心軟軟，不是因為他們是完美的英雄，恰恰相反，是因為他們太像普通人。魏若來會慫，會怕，會為自己的前途算計，但他最終選擇了信仰。陳碩會累，會委屈，會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，但他始終沒有放棄熱愛。他們都不是天生強大的人，他們是在泥濘中掙扎着站起來，在一次次摔倒後繼續往前走。這種不完美的成長，恰好擊中了每個普通人內心最柔軟的地方。我們都曾像他們一樣，在某個時刻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，但最終還是咬牙走了下去。所以當魏若來在劇中經歷兄長的離世、信仰的崩塌、身體的摧殘，最終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時，觀眾看到的不是高喊口號、目光如炬的英雄，而是一個話不多、習慣先聽再看的人，走路時背不再繃得那麼緊，眼神裡多了一種從阿文的鞋裡、審訊室的店裡、亂世的泥裡一寸一寸掙出來的定。當陳碩在舞台上完成那個騰空翻轉的動作時，觀眾看到的也不是什麼天賦異稟的舞者，而是一個用7年練習生歲月壓縮成驚嘆號的少年，一個在廣告牌後面練舞，在餐館裡幫忙，在深夜獨自對着鏡子重複動作的普通人。這就是這兩個角色最讓人心軟軟的地方，他們讓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也讓我們相信，即使是普通人，也能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。